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7月21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2个主题，第一个是中国外交局面日益被动，第二个是河南水灾更多的细节。我今天第一个主题呢，要总结一下过去1个星期以来发生的一系列跟中美关系有关的这些事件，然后我们对这些事件进行一个总结啊。美国国务院网站7月21号发表声明说，这个副国务卿谢尔曼将于7月25号到26号访华，并且同中国外长王毅会晤。这是拜登政府最高级别的官员访华。法新社的报道说，他将在天津和中国外长王毅会面。谢尔曼访华安排在他访问日本、韩国、蒙古之后。然后他访华之后再去访问阿曼。那么南华早报上个星期报道说，中国曾经计划安排他见谁呢？见副外长谢锋。那么作为中国针对香港采取的这种行动的一个回应，那美国的态度就是，如果中国官员层次太低，谢尔曼就不去了。所以谢尔曼的行程第一次公布的时候是不包括中国的。那么现在安排会面见的是王毅，说明中国是让步了。理论上来说，应该杨洁篪应该都要见，但是这次没有见，没有说安排见，也不好说，也有可能在期间突然安排一下见面，也不一定啊。这种情况都发生过。那么过去1个星期，其实在中美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啊。这一系列的事件我们数一下，我把大家梳理一遍啊。第一个是新疆，那么国务院、财政部、商务部和国土安全部7月13号联名发布一项商务警示，提醒美国商家和个人警惕与中国新疆地区商业实体往来产生的经济和法律风险。这是13号。到了16号，那么针对香港美国财政部7月16号宣布制裁7名香港中联办的副主任，包括陈东、何靖、卢新宁、裘红、谭铁牛、杨建平和尹宗华。这些官员在美国的资产将遭到冻结，美国人士一般也禁止与他们往来，进行商业往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国务院、商务部、财政部和国土安全部发出这个商务警示，强调美国美商在香港营商面临的法律、财务、营运及商誉风险和数据安全风险。那么这2个是针对香港。台湾是7月15号，一架美军 C-146A 行政专机中午降落在台湾桃园机场，任务是运送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交接所用的物品。卸货之后，很快在下午2点飞离台湾。这是过去2个月内第3家抵达台湾的美国军机。这是第一。第二，台湾蔡英文总统7月20号在脸书上宣布，台湾即将在立陶宛设立这个台湾代表处。他强调这是一项外交突破。他说，立陶宛也计划在今年秋天在台湾设立办事处，2国关系将更上一层楼。上个月立陶宛宣布捐赠2万剂疫苗给台湾。这件事情影响非常大。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背后是美国的支持。那么这件事情如果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的话，那后果非常严重。那么也就是说，中国在外交层面将遇到很大的问题。好，中国回应2个回应。第一个，中国的回应都发生在香港。
香港电台突然向员工发出内部通告，说基于一个中国的原则所有的台湾地区，在所有的节目当中，不得提及显示台湾主权国家的字眼，要以台湾地区当局领导人取代台湾总统的称呼。外交部长也要对外交往部门负责人，那么等等这么以前叫台湾的总统，现在叫什么？叫台湾地区台湾当局领导人等等，不能用国力，也不能用中华民国行政院等字眼，这是一个这个算是一个回应吧另外还有一个这个回应就比较恶劣香港警方国安处7月21号上门拘捕苹果日报4名前高层管理人员，其中包括苹果日报执行总编辑都是前，因为苹果日报已经不存在了诸如前高管执行总编辑林文忠副社长陈佩敏，英文版执行总编辑冯伟光，笔名卢峰，主笔杨清奇，笔名李平那么这4个人会落案起诉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并将于22日在香港西九龙裁判法庭提堂这是中国的两个回应那么到了7月19号，那么西方国家罕见的采取一致行动，谴责中国支持的黑客针对西方国家的网络攻击。这西方国家包括美国、欧盟、英国、北约、加拿大、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虽然他们不是发表联合声明，他们是各自发表通告要求中国立刻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制止网络黑客犯罪行为。虽然各自采用的字眼不一样，但毫无疑问，这是一次最大规模西方联手谴责中国的这个行动。目标就是网络恶意行动这个姿态毫不含糊那么其中美国的语气最严厉美国总统拜登指中国当局庇护网络攻击犯罪，甚至给他们提供行动的手段。国务卿布林肯补充说，中国的行为是不负责任的捣乱者的行为，破坏网络安全，对美国及美国盟邦的经济构成威胁英国也表现得很严厉英国外相拉布说，中国政府必须结束系统性的网络攻击行动，如果中国不这样做，将被视作责任人，就说你不去制止他，那么你就是责任人，你就要承担后果。北约的声明相对温和呼吁包括在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遵守国际承诺和义务，包括在网络领域的义务。欧盟声明指出，针对欧盟27个成员国的政府机构、政治组织和关键行业具有重大影响的恶意网络活动是从中国境内进行的，目的是盗窃知识产权和从事间谍活动。为什么西方国家会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一致的行动呢？那么这里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中国的黑客攻击从规模到程度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它包括剽窃、盗窃情报技术秘密政府信息、国会动态，甚至谋取个人利益，就是勒索赎金，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美国跟中国的关系已经坏到了不能再坏的地步，所以只要来自中国的一个恶意的行动，美国就毫不留余地的进行反击，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欧盟的国家的立场发生了很大的转变那么欧盟立场的改变和3月份的这个制裁有关系，但是其实不是根本的原因，根本的原因还是欧盟发现其实
他和美国在意识形态上的立场是非常的接近，而在这个问题上，他跟中国是对立的。所以欧盟最后发现，他们是需要寻找跟美国的合作，这是欧盟对中国的态度越来越强硬的原因，也反映了什么？也反映了欧盟对中国的某种希望的幻灭。那么毫无疑问，这场联合行动是对拜登政府过去半年来笼络网友行动的一个检阅啊。那么今年3月23号，美国、欧盟、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新西兰采取联合行动啊，谴责中国在新疆违反人权，将新疆维吾尔人拘留在这个上百万人拘留在这个教育营当中，发生了酷刑、强迫劳动和性虐待。这是西方国家第一次联合针对中国的这个行动。那么这一次是第二次。那么你可以看啊，你可以看到几点。第一点，西方国家加入美国对抗中国的阵营明显是扩大了啊。那么美国的核心盟友没有改变啊，哪几个呢？一个是欧盟，一个是北约啊，一个是五眼联盟啊，基本上这三个，这三个美国的盟友基本上是冷战时期就是美国的非常核心的盟友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除了美国以外，美国的盟友对华的立场也越来越强硬，那么和美国的步调趋于一致，所以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中国面对西方陷入的外交孤立的局面越来越明显啊，这就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有关系的啊。那美国司法系统7月19号同步起诉4名中国的黑客，其中3个人是中国国家安全部的间谍啊。那么美国指控这个中国的特工2011年到2018年这个入侵了美国的企业、大学和政府的网络系统，窃取资料和技术工艺。美国司法部指出，中方窃取的信息涉及多个国家，在德国和印尼窃取的信息资料可能涉及自动机车设计、化工配方及基因筛选等技术。美方指出，中国黑客不仅盗取工业秘密他们有时进行网络攻击是为了谋取个人的利益，包括网络的勒索、挖矿劫持、盗取财物，他们的受害者遍布全球。那美国司法部一位高官引述情报指出，中共当局指使的网络攻击有时还向私人企业勒索高达数百万美元的赎金。美国一些企业最近成为这一勒索行动的受害者。过去，美国专家通常把这类行动归咎于俄罗斯的黑客啊。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一系列眼花缭乱的这个外交行动，作为背景是什么？谢尔曼访华啊。那么谢尔曼访华，美国国务院的表示是这么说：本次副国务卿与中国对话是美国努力的延续。以期和中国官员进行坦诚的交流，促进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同时负责任地管理这段关系。副国务卿将就美国对华有严重关切的议题与中方人员做探讨，也将就美国利益所及之处做探讨。这是第一个。说什么呢？就是说谢尔曼要跟中国谈啊，我们是要跟他谈的，我们不是不玩了，就这个意思啊。第二个，当然最重要的是，中国方面最终同意了谢尔曼的要求，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在面对外交孤立的局面下，如果他要寻求突破，他最终还是要做美国的工作啊。这是第三。第四，对于拜登总统的反华统一战线啊，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有效的战略进行反制啊。到目前为止，你没有看到中国在外交上采取什么非常有效的这个战略性、具有战略价值的行动，没有看到啊。
当然除了骂大街以外啊，就是外交部那几个发言人骂大街，你可以看到，第一个骂大街，话越说越脏，话越说越狠，这第一个。第二个，你看人民日报、新华社发表的文章也是骂大街，基本上都在骂大街。然后就是在中国国内就是没有底线的攻击西方国家啊，当然这种攻击呢，以前是有一点遮掩啊，现在是没有遮掩啊。这是第四、第五。如果我们把这个习近平阻止中国互联网企业赴美上市算是一种反击的话，那拜登政府会笑疯的。因为我这段话因为我看到推特有人在讨论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这很搞笑。为什么？拜登政府其实不想跟中国用损害自己的利益方式跟中国脱钩，因为跟中国脱钩有些地方他会自己损失到，但是他并不是不想脱钩，他只是不想付出成本。你自己脱钩，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那么在这次中共100年党庆，习近平讲话有一句话叫这个在14多亿中国人民用血肉铸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啊。那么这句话其实在西方国家的反响是蛮大啊，反响是蛮大。那么这句话也可以被西方解读为习近平发出的一种警告，就是说中国有可能做一些让西方国家很意外的狠的事情啊。但是呢，我觉得这段话并不具有很高的价值啊。为什么？因为中共天天喊这种鬼话啊。《纽约时报》引述这个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石英红啊，他有一段话，他这么说，他说，直到现在，中国政府才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在世界上所面临的压力以及前所未有的挑战。问题是，他们知道要改变现状，就意味着中国必须改变基本国策，而中国领导人坚决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或者至少是不值得的。啊，这个石英红还是比较清楚中国的情况啊。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严学通啊，这是个比较强硬的强硬派。他说，在与川普的单边战略相比，拜登这一战略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困难和对中国外交的压力要大得多啊。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好，拜登已经见了这个普京啊，还剩下就是习近平了。所以下一个中美之间的外交节点就是拜登和普京的会面，双方会在此之前进行一系列的交手和磋商啊。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形势正在继续往前推啊，中国的外交孤立的局面越来越清晰，后果也越来越严重啊。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河南水灾的更多的细节。我们上午做了一个河南水灾的专题。那么现在的情况是7月21号下午，河南省政府召开这个防汛应急记者会啊。这个记者会没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讲了几个数字啊，这些数字都没有意义啊，也这跟其他的公布的情况是一样的。据不完全统计，16日以来，此轮强降雨造成河南省89个县、560个乡镇、124万人受灾。郑州市25人死亡，7人失联失踪，紧急转移16万人。那么他为什么说25人？25人就是5号线里面的25人，其他人他就不说了啊。说其他的就是大家就知道出现在视频里面的那些死者他算进去，然后其他地方一个人都没死
这就是他们的诚意啊，这完全是没有诚意的，胡扯的啊。然后呢，这个应急厅副厅长徐忠啊，说这个长庄水库20号19点最高水位131.31米，然后到了21号的14点，水位是128米啊。那么水位正在平稳的下降，他没有说什么，他没有说这个长庄水库开闸泄洪，他就不说啊，他也没说什么时候开闸泄洪，什么时候会停止开闸泄洪，他没有说。然后这个记者会还说这个7月20号16点到17点，郑州遇见了极端罕见的强降雨情况啊。那么小雨这个城市积水严重，他不说水库开闸泄洪的事情，他也不说地铁为什么要到4、5点钟才停运啊？既然都开了下这么大的暴雨，他为什么地铁还不停运？这是一个完全没有诚意的记者会。然后我们现在有几个情况，一个情况是什么？一个情况是35趟列车啊，有数万名乘客滞留在河南，那么部分列车被困超过40个小时。那么暴雨成灾，35趟列车滞留途中啊。7月21号晚上10点，国铁集团发布信息啊，截止当天的18点，国铁集团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啊，他们的35趟车临时停靠，临时停靠就是停在那边啊。那么临时停靠啊，我就不念了啊。那么7月21号中午啊，郑州市防办啊就说他们从20号晚间到21号中午接到被困消息的列车车次包括 K15次啊，就是济南到重庆西 ，K31次啊是福州到洛阳 ，K226次是广州到兰州。这3趟车都是行经陇海线。那么7月19号行至郑州路段，先后因暴雨天气中断行车，其中目前31次 K31次 K226次分别滞留在郑州境内的木沟站、铁炉站啊。那么 K15滞留在郑州市的荥阳境内。3趟车被困的时间都超过了40个小时。那么另外有个 K118成都到北京西，在洛阳的关林站被困超过48小时。那么这些列车被滞留途中，其中陇海铁路这个吉沟段出现了塌方，目前正在抢修啊。国铁集团通报，郑州至洛阳之间的这个郑西高铁陇海铁路出现水漫线路、路基坍塌、设备淹水的情况，阻断列车通行。那么财新网不完全统计，行车中断被滞留在途中的乘客约有数万人啊。那么其中 K31次有916人，K15是1400人，K226是735人。那么车上的乘客已经面临物资短缺。K15号的乘客说，到7月21号上午早晨，车上唯一能提供的物资就剩下热水。那么然后 K31号在被困木沟车站，铁路系统去救他们，送到了21号凌晨的5点半，30箱水，400个面包，5箱火腿肠送到了车上啊。K31号有多少人？ K31号有916人，他只有400个面包啊，这是他们的救援啊。那么地铁5号线，我们看的最多的是地铁5号线。地铁5号线重点讲一下啊。那么
郑州市委宣传部微博通报：7月20号18时许，积水冲垮，进入场线挡水墙，进入正线区域啊，也就是说7月28号18点左右，就是6点钟左右，那么就是积水冲垮了这个挡水墙，造成郑州地铁5号线在海滩寺街站和沙口路站隧道停运啊。那么18点10分，那么郑州地铁下令下达全线停运指令，组织力量疏散群众，共疏散群众500余人，才疏散了500余人，其中12人经抢救无效死亡，5人受伤。那么现在就他这篇稿子是财新网的稿子，他采访了一个当时的一个乘客，叫陈信。7月20号下午5点多，在中义西路站附近工作的陈信上了地铁5号线，他的目的地是间隔7个站的月季公园站。这趟回家之旅平时只需要15分钟啊。下午4点多，同样提前下班的王琦在经开中心广场站上了地铁5号线，他的目的地是15个站后的沙口线，因为他4点多就上，那个是5点多啊。然后这也是这次突发事件的地点之一啊。王琦说，开车后地铁经历了3次临时停车，第一次在人民医院站，第二次在海滩寺站，最后一次在海滩寺到沙口站之间。但这次跟之前不同，地铁重启之后往后倒，但没多久车又停下来，之后乘客被组织离开车厢，沿着隧道边缘往沙口站撤离。其实你可以看到4点多钟已经开始有很多水了，但是这个郑州地铁都没有停止去停运啊，很奇怪啊。列车在5号线第2车厢的陈信也感觉到了倒车。列车在海滩寺站到沙口路站停下来以后，他看见司机从驾驶室出来往另外一头走，说要把车倒回去，然后感觉车已经发动了，但是前进不了，因为车厢有水淌进来，刚好到脚的位置，大家都挺慌的。他说之后一看见司机折返回来，水就慢慢的涨起来，到了小腿的位置。这个时候司机把第1节车厢打开，组织乘客沿着隧道的右侧往沙口路站方向走。他说我走出去车厢大概20米，前面的人说大家掉头回走，赶紧回车厢，大水已经冲过来，没有办法走，我们所有的人又全部退回去啊，车厢的门又重新关上。陈信描述，水来的时候像决堤一样，车厢门虽然关了，但水仍然不断的渗进来。涨水之后，大家组织个高的站中间，个矮的站座椅上。他旁边有个孕妇也在座椅上。等水涨到车门一半高时，车厢内突然停电，陈信等人就陷入漫长的焦急等待之中。他回忆说，由于海滩寺站方向地势越来越低，水越来越深，他们也没有办法往车的后部撤离。车厢内的水位越来越深啊，即便人站在座椅上，水依旧没过肚子。他突然有了可能出不去的想法。他旁边有一位女士拨通了视频，可能是想让女儿看最后一眼。与此同时，他的朋友在微博、朋友圈、抖音发布了他被困的消息，希望能获得救援。被困之后，水不断的上涨，直到距离地铁门这个车厢门顶约10厘米的时候才逐渐平稳。这之后，车厢内的氧气逐渐开始不足。当时情况比较复杂，大家说话干啥的都有。有人出来组织说让大家尽量少说话，之后有人开始呼吸急促，还有人出现晕倒的状态。
这个时候有人开始砸窗，一开始因为找不到破窗器，有人用雨伞、钥匙砸，突然有人提醒拿灭火器，这才砸开了车窗，一下子就感觉到有氧气进来。之后有人陆续用灭火器砸开了多个窗户，砸开窗户之后，车厢内的乘客自发的把当时缺氧的人往前面送，好多人拖过来放到这个窗口，让他能够呼吸上空气。还有人把老人或者是抱小孩的拖到地铁车顶上，让他们在上面通风。期间水开始慢慢往下退，一些有关外界的消息开始传过来。等水退到半截车厢高的时候，他听前面的人说救援人员已经过来。这时候车内情绪逐渐稳定，紧接着乘客们开始让老人、妇女和抱小孩的人先往前走。陈信说，大约9点多的时候，晚上9点多的时候，车厢的内退到了脚科的位置，他看到有穿制服的救援人员进来，他的车厢，这个时候他才觉得自己100%能活下去了，获得重生，感觉有戏了。等老人、小孩全部出去之后，他和其他的乘客才从驾驶室的门出去，沿着救援人员系好的绳子走到电缆井的位置，去沙口路站。到车站后，他看到有人在接受救治，他没有怎么停留，直接冲了出去，在地铁口和朋友们会合。这就是陈信在里面面对的一个情况这就是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平顶山发生一起燃爆。燃爆的原因是什么？燃爆原因是因为电石是一种这个化学原料电石遇到水发生燃爆那有人灼伤，附近的居民已经疏散这是一个。燃爆呢，就电石是由焦炭和这个石灰高温熔炼而成电石那么它主要是这个用于合成一些其他的有机化工产品它遇见水会迅速的生成乙炔，然后乙炔在空气中的爆炸值是2.3%到81%很容易引爆那么遇到水就会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什么？登峰的引河水位暴涨，然后这个漫入铝合金厂发生爆炸洪水漫到厂区里面，合金槽内的遇到高温溶液发生爆炸，那么爆炸也是形成很大的蘑菇云，这个我们在视频上都看见，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医院叫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由于洪水那么他们停电。7月20号晚上，有网友发信息说，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停电新电监护和备用电池全部耗完，急救科室正在全科用这个气囊人工呼吸抢救危重病人，但坚持不了多久，请求支援。另外，网络上还流传着这个妇幼保健院，就是郑州大学第3附属医院需要发电设备的这个信息那么一些家属跟记者说由于停电，呼吸机无法正常工作，医院只能每床安排1名医护人员用气囊帮助病人维持呼吸，情况非常的紧急。这非常的荒谬。这个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院那么它有5000张病床病区有139个占地237亩一个这么大规模的医院居然没有备用的发电设备，非常的荒谬。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有2点，第一点，
那么核弹水灾，这当然是天灾啊，这当然是天灾，因为降暴雨啊，这个暴雨是创纪录的暴雨。但另外一方面，这也是人祸啊。那么系统性的失能，导致了一系列的灾难性的后果。我们上午的视频，直播一的视频主题在讲这个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我这里语雀，我这里向大家报告，那么我的腰患现在好了80%那么今天上午还是只好了60%左右，那么今天下午我们已经好了80%，这个进步很快我非常的高兴，说我能够顺利的做晚上这个直播那我感谢各位网友的关心，感谢各位网友的支持那么给我了很多的建议和帮助那我会尽量的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状态维持我的健康状况我知道要把我们这个节目做好，身体很重要谢谢大家，明谢 Mike 猪，谢谢 Melvin Chen， 谢谢。网上有一种说法是逼停苹果后还要继续抓人，是为了逼苹果收为己用。王老师觉得这种说法合理吗？逼停苹果是什么意思？逼停苹果是什么意思？我没看懂，为什么逼？你确定是苹果吗？我没看懂，为什么叫逼停苹果？谢谢谢谢。你再说一下好吗？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逼停苹果，苹果是什么？苹果日报逼停苹果日报是为了逼苹果为己所用，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你要不让它停，你要么就让它继续你想把它变成，如果它会变成为你所用的话，它不会等现在，你说呢？我觉得这个合理的说法，你想一下，本身习近平在香港搞这个国安法本身就不合理，为什么？这件事情后果非常严重这件事情当然对香港人最坏的一件事情是对香港人但是其实对于中国自己损失也巨大。你看吧，你往后看，我们现在往后看，你慢慢看会发生的你比如说像这个美国的商务警示，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商务警示。这商务警示意味着什么？你有些企业保险就没法买，很多保险公司就不会给你买保险，因为它有警示在里面，警示在里面的很多商业保险就不会买，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很多跨国企业，这商务警示一出来，所有的跨国公司在香港的美商没有统一会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开会。开会干什么？他就开会交代。那员工会问，那美国政府有这样的警示，我们在这里，你要么遵守特区政府的规定，那我们可能面临什么呢？我们可能面临美国政府的制裁。你要么的遵守美国政府的制裁，你可能面对这个特区政府的报复，你有怎么办？你得管理层得拿出一个方案来。对谁怎么样？这一集是怎样？你得全部有个方案，所有的美商都会做同样的动作。那原来可能想，哇，我们年底就去新加坡吧。那可能现在就一看这形势，我干嘛等年底？我现在就走。所以这件事情你要知道，国安法这件事情本身就不合理，就是不明智或者不理性。
在这个情况，以这个为条件之下发生的一系列的行为，根本不存在理性的问题，所以没有合理性啊。Denley 邓，谢谢唐伟，谢谢 Jerry 王，谢谢。我很好奇，1年前中国跟印度对峙的是哪些中国大吹特吹后勤补给能力？怎么现在到了淹水的时候都消失不见了呢？那是情绪，不知道王老师腰好了点没有？希望你尽快好起来。你前2天没有更新节目，我俩一直很担心你，一个中学生，一个小学生，他们很喜欢听你的节目，睡前必听。前2天你没有更新节目，我就先听其他人的节目，他们说不要，其他人说话没有王健老师好听，我们在墙内无法打赏，只能一家3口精神上支持您。祝王老师节目越办越好，谢谢啊，谢谢。我们基本上很少请假啊。情绪人在新西兰读书，为了留下来选择了 nursing， 如今看着国内的一幕一幕，更是铁了心不想再回去啊。观点，总有朋友说叫不醒国内朋友很难受，我觉得经过2018年的修宪，2019年的香港，2020年的疫情，2021年的大水，经过这么多大事都不醒的人，你叫他几句也不可能叫得醒。情况，美国的助理国务卿米德韦之前被中国宣布制裁，但前几天他被美国派往中国当临时代办，也入境任职，中国不敢吭一声。王先生怎么看？就是打脸嘛，就是打脸，就是现场打给你看，你不制裁他吗？我就专门派他去做临时代办，你让不让去？其实呢，美国派这个米德韦去做临时代办之前，他要去中国外交部通知啊，中国外交部说行，米德韦才能到任。如果中国外交部说不行，米德韦就去不了。中国外交部还是说去了啊，还是让他去啊？为什么不去？对中国没好处啊！中国现在是中国要拖到美国来，所以你可以看这个，你可以看就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嘴巴上很硬啊，非常硬啊，那就是天下老子第一啊！但是实际上你这些事情你看得很清楚。那你说谢尔曼说你要是让我见这个副部长，我就不去了。我不去，他马上就同意，那就安排王毅见呗。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情况？还不清楚嘛？对不对？情况现在中国人大部分都冷漠的吓人。这几天跟周围人说了一嘴郑州水灾的情况，很多人都说是天灾，没有办法，认倒霉呗。中国人洗脑都洗的没救了。我们也不要去试图去探测别人的政治取向，因为你要知道，如果在国内的话，他的讲话总是会有一点顾忌啊，所以我们不可能，就1、2句话把别人给挑逗一下，他就把他心里话告诉你，这也不一定，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凭这个只语片言就去判断对方。不要去 judge 别人，好吗？观点，这次河南水灾充分体现了当前政体的顾忌，没有人敢承担任何责任，任何事情都要上报，等领导批示，连水控泄洪都不能做到及时协调下游，铁路停运要等领导拍板，人命在这里只是一个数字，甚至被隐藏的数字，政府所有官员只是往上看，胡雕盘居然还有脸来批评德国政府无能，把他的文章换成中国政府完全不影响新闻。一个没有批评和监督以及选举权的政府，必然不会真正关心人民。观点，我们很难真正看到地有多脏，但是从他们有多努力洗地就略知一二。OK， 情况，王先生你好，目前看到很多粉红纷纷表示庆幸自己身在中国而不是德国，只有中国的举国体制才有应对这种自然灾害的能力，特别自豪。还有粉红表示，这次河南的灾情是美国天气武器造成的，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为什么要哭笑不得？啊，如果美国有天气武器的话，那他应该把欧洲的天气管好一点啊，是不是？观点在民主国家里，你就算天灾，还是必须检讨政府，不能只是一句天灾带过。政府对天灾负有责任预防、计划、救援、灾后重建，做不好就被骂、被弹劾。很多民主国家的官员还必须承担政治责任，辞职下台，甚至动摇政权。而中国的宣传就是两个字：天灾带过。大多数老百姓也认为，因为天灾，政府不用负责。墙内墙外真的是不同的平行的宇宙。那当然不是，其实老百姓也知道没有办法。他说啊，天灾不能找我责任，你来能找他吗？舆论都在他手里，对吧？媒体又在他手里，你没地儿说，没地儿说理去啊。秦皇今天新闻说，有一个乐团在贝昆车站现场演奏《我和我的祖国》，我看视频的人都是很惶恐的在看着他们演出，感觉这个画面现况很像，外面洪水滔天，里面只有大声的演奏来麻痹人们，但是人们在面对真正涉及到自身的危险的情况，没几个陶醉情况。要城市管理者干什么？出严重问题难道不应该问责吗？难道要怪天灾吗？上来不干别的，分析水量，删除视频，管控舆论，引导救灾画面。我希望看到最后能为人民生命财产道歉的官员问责，而不是他们一贯的重灾之后的三部曲：感动、捐款、表彰。观点：上午的直播一听，老师说1975年的河南水灾，于是谷歌了一下才知道，世界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人为灾难，居然是1979年中国河南驻马店板桥水库溃坝。Discovery 节目介绍，1975年8月，河南板桥水库因为暴雨发生垮坝，9县1镇，东西150公里，南北75公里，一片汪洋。现场打捞起的尸体10多万具，后期因缺粮、感染、瘟疫，又导致14万人死亡，死亡人数直逼次年发生的唐山大地震。难怪小时候来村里要饭的大多数来自河南，因为衣衫褴褛，村民们称他们为河南侉子，都是借宿一宿，讨口饭吃。1975年发生的水灾，到了80年代，仍然络绎不绝，这个要饭的仍然络绎不绝，可见这场水灾的规模和伤害。情况给同校的河南同学联系，提醒对方提醒家人准备物资，尽量离开河南。对方表示我多管闲事，还要我管好自己，不要担心别人的家务事。OK。提问：塔利班控制了瓦罕走廊，与新疆接壤。美军撤离后，塔利班会对新疆，特别是新疆的穆斯林产生何种影响？现在不清楚现在还不清楚。但是毫无疑问，之前不是这个，胡锡进说这个塔利班跟他们关系很好嘛？那我们就看看呗，我们就看看他们关系有多好，好吗？不着急这么快下结论吧。观点：香港的750万人都是中共的人质，特别是290万 BNO 以及大量的英国公民、加拿大公民、美国公民，这是中国牵制西方的筹码，使得西方不敢在香港问题上施展拳脚。也不一定。美国政府为什么要警示？美国政府警示就是告诉大家，那我要做什么事情，我现在跟你打招呼你们该撤就撤了，那你不撤就怪不了我了，对吧？所以人质嘛，那你人质，那么现在这个世界上，中国人在美国，美国人在中国都很多啊。如果这都算人质的话，那你能怎么样？你敢拿他们怎么样？
我不觉得中国敢，特区政府敢。现在特区政府抓了一个美国人，这个人应该是我印象中应该是这个黎智英的一个顾问，那是个美国人啊。这件事情美国肯定不会放过的啊，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不觉得特区政府敢真的把其他的美国人都当人质，我觉得太疯了啊，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观点：如果高楼大厦代表一个城市的外表，那地下排水系统代表一个城市的良心；如果政府办公楼代表一个城市的权力意志，那么中小学校舍代表的人民的思想和灵魂。从地震到洪水，突如其来的灾害面临的时候，所有的谎言和罪恶都会一览无余。我们可以宽容人的过失，但绝不可以无视罪恶啊！这非常好的观点，很棒。观点：南京机场国际区9个工作人员被感染，这些人是最早打疫苗，一定全部打过疫苗，说明中国的疫苗真的没用，非常对。情况米德韦是假新闻，这是2个人，只是中文名字翻译一样而已。新人代办 David Mill 是受中共制裁的，不是同一个人，是不是同一个人？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OK，一个是 David Mill， 一个是 Derek James Mitchell 那是不是同一个人啊？提问请教：为什么改革开放后，中央把权力下放到地方，是有利于地方发展？而前几天中央把执法权下放到地方，却是反过来的效果。那这是2件事啊。改革开放当然是一个基本的国策。在这个国策当中，有2点很重要。第一点就是中央政府放权。大家知道，原来中央政府基本上把所有的权力都抓到自己手里，这边有一个经委，这边有一个纪委，那么还有个财政部，还有个人民银行，这几个部门，所有的省一级的政府的部门，他们的所有的都要打报告给这个部委申请才有的做，这就叫什么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基本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没有任何的权利，地方政府连财权都没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地方经济不好。地方经济不好的原因是地方政府没有权限，没有积极性，它也没有积极性。那么改革开放呢，就放权财权，先把财权放下去，你们自己大包干你挣多了的归你们自己那么不足我还给你补一部分补到某个程度我就停。所以地方政府就很积极去挣钱。积极挣钱就办企业、修路等等就可以搞起来。所以地方政府因为放权，所以改革开放才会有高速发展。当然配套的还有很多包括我们讲的重商主义等等。前几天我们讲这个执法权下放到地方，你这个话就讲的不准确行政权、执法权，我们其实讲的是行政执法权。行政执法权原来就在地方，我们叫县一级、区县级的行政执法权，下到哪里呢？这个县一级的区县一级的执法权下到镇和街道，都在地方，原来都在这，只是把这个层级再往下到最基层的一层。所以你说中央把执法权下放到地方，这个话呢，好像是原来在中央，并不是，原来就在地方，只不过更下一层。所以这是2个不同的事情情况：德国无条件发救灾款，每户5000欧元这会让很多人又很郁闷了
我在推特上经常碰见，对所有的福利都反感的人啊，你经常碰到这样的人。其实呢，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社会公益。社会公益是讲的是什么？社会公益讲的是作为一个人他应有的权利啊。那么中国人对这种社会公益完全不理解啊。那么经常以什么会有人钻空子啊，又有人这个那个来非议这种福利。福利当然要受到某种福利不能泛滥，不能滥用。但是我不相信一个民选的政府会滥用福利，为什么？因为他是被选票选上去的，人民不会把自己的钱往地上扔，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中国人要好好的理解一下，因为我们从小就被共产党洗脑，共产党天天在批判福利主义，从我们记事开始，共产党就在批判福利主义。所以中国人对福利在中国人的脑子里是个负面的词汇，但是其实它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它真正的含义是，它是社会正义的其中一个方面，或者是其中一个工具。观点：江湖温，好歹去灾害现场看看。一尊待在皇宫批示啊，习近平最终没有办法。习近平去武汉，是等疫情结束以后，基本上控制住他才去。那我相信也被我骂了好多趟以后他才去。习近平这种场合他都不去，他没有去过啊？为什么？官二代嘛，啊，公子哥嘛，就这德行。我估计他身边还有一些人五迷三道啊，什么把他捧成什么天子啊这种身份的人啊，不能到处有灾害的地方不能去。我估计是说这种事情啊，这种事情说的会，你像习近平迷什么呢？迷这个中医啊，一个迷中医。你看习近平的脸色黑乎乎的。这一看就是有问题啊！迷中医，一个建陪都啊，就是这个雄安陪都，搞这种东西啊，搞这种东西一看就里面就是有人在给他下药，下什么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药啊。情况，德国内政部长被骂惨，莫大妈试图洗地也被骂惨。CCP 国家领导谁敢骂？后面还得歌功颂德啊！观点：中共会把10年一遇的灾害变成100年一遇的灾害，100年的变成1000年。看着厉害的基建设施都是表面光鲜，实际上各种不合格，只能砍掉，都砍掉装口袋里。OK。观点：郑州3面平原，西面与伏羲山间隔有贾鲁河，不管短时降雨多大，都会逐渐起水。网上看到平路上形成山洪一样的激流，必是长庄尖港水库有泄洪，甚至垮毁。若是泄洪而不通知市民，此事必甚恶于75年的板桥垮坝事件。观点：对郑州比较熟悉的人，有心人可以观察一下视频中的水流方向。如果水库确实泄洪了，大部分街道的水流应该来自于水库方向。情况：我家是郑州的，身在异国，家里只有老人孩子。得知一切安全，已经热泪盈眶。李克强河南出去的，郑州待了这么多年，发这么大的水，居然没有声音。情况：去年暴雷久付已经1年多了，不还钱也不立案，政府和金融机构勾结抢钱，无耻至极。观点：早年网络不发达时，有的美国人旅居台湾久未与美国的家人联系，
他美国的家人因为找不到人，直接报案 ，FBI 来台湾找人，这就是美国人对国民的重视。由此可见，如果港府真的在香港对美国人动手，那是非常疯狂的举动，就是这样。情绪，王先生是中文时政圈里最敬业的一位，很佩服，而且观点也很客观事实。比起其他明目张胆骗钱骗流量的，我都愿意24小时听王先生讲话。谢谢啊。观点，王老师在家里做一个简单的单杠，有空的时候拉10秒20秒，腰痛和落枕会自然消失。我这几十年来没有再发生过这种问题，祝老师健康，身体健康，谢谢。情况腰间盘突出一定要做康复训练，不然肌肉会越来越萎缩，然后一次又一次的复发，一次又一次的复发。谢谢啊。观点，同意王老师有关福利的观点。包括疫情期间，我认识的人除了个别几个华人移民外，基本上没有人因为一点疫情补贴而主动不去上工作的。西方的福利只是补贴那些有需要的人士，一些很基本的补贴，绝大部分人如果有别的选择，都不会愿意靠这种微薄的补贴过活。非常对，非常的对。除了中国人啊。观点，台湾也曾经遭遇过类似的暴雨，也是一片汪洋泽国。当时媒体一直不间断的播报，政府跟民间合力救灾，让人动容的是救灾物资不曾停息的往灾区送，这才是人定胜天。中国没有，中国大陆啊，中国大陆离我今天上午的节目当中讲PRC 中华人民共和国离现代国家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啊。为什么？因为这个国家没有国家动员能力啊，就是等人死了他才来，人死了你来管什么用？你说是不是？好，明谢John 少，谢谢，保重身体，可以考虑躺着讲，或者是有音频，那不行啊，不可以，我不可以接受。Kim Yo Mian， 谢谢，祝王先生早日健康，继续给我们带来理性、客观、深刻、系统的深度新闻解读啊，谢谢。Awakening 啊，欢迎王老师回归，几天没有节目，很想念，谢谢。云 C，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